美菲军队在南海进行为期3天的联合海上和空中巡逻，周四落幕。这是时隔7年，美菲重启联合巡逻。菲总统马克思也在社交媒体上以重大举措高调为此次联合巡逻造势。值得注意的是，此番美菲启动联合海空巡逻，巡航地点距台湾岛最近仅140多公里，这反映出美菲军事合作何种新动向，值得高度警惕。对此，23号解放军南部战区表示，战区部队保持高度警惕，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海洋权益，坚决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11月21号，菲律宾军方高调宣布，菲律宾和美国在南海举行为期3天的联合海上和空中巡逻，菲海军、空军都有参加。美国海军第7舰队也在当天发表的声明中，再次打出所谓维护自由开放的印太的旗号，声称其与菲律宾军方在南海进行海上合作活动。该活动旨在加强两军之间的互操作性，并进一步提升在海洋领域的联合能力。参加此次海空联合巡逻的包括隶属于美国海军第7舰队的独立级滨海战斗舰加布里埃尔基弗兹号和隶属于第8巡逻机中队的一架 P8A 海神巡逻侦察机。菲律宾军方则出动3艘海军舰艇、2架 FA-50PH 轻型战斗攻击机、1架 A-29B 超级巨嘴鸟轻型攻击机。观察指，所谓的联合巡航看起来规模很大，但实际意义并不大。无论是菲律宾还是美国参与的巡航的舰机，实际战斗力都一般。比如，美方派出的滨海战斗舰是轻型作战舰艇，不太适合作战使用，更适用于巡逻任务和有政治目的的态势感知和抵近侦察任务。而菲律宾方面派出的舰艇和飞机，则根本不足以支撑在南海的军事行动。无论在指挥控制、主战装备、通信手段等层面，菲方舰机都不具备美第7舰队声称的互操作联合作战的技术基础，双方战力根本不在一个层级，无法形成联合作战能力。因此，此次联合巡航象征性的宣示更强烈一些，更像是一场摆拍。不过，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刘畅认为，美菲这次联合海空巡逻也不容忽视，为日后菲律宾方面继续在南海相关海域挑衅中国埋下伏笔。今年以来，在南海各次摩擦之中，实际上都是一种立体的海空对抗，海面舰艇只是这种立体对抗之中的一部分，双方的对抗还发生在海下以及空中。所以呢，这一次美菲之间进行海空的联合巡航，也是美菲之间进一步加强军事勾连的最新证据。同时呢，菲律宾要通过空中运补的方式对仁爱礁非法的输送建材，双方也有可能通过海空联合巡逻的方式来预演这种空中运补的，为南海局势制造更多的不稳定因素。10月23号，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田军礼空军大校就美菲为南海联合巡航发表谈话，表示，21号以来，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海军运城舰为南海海域进行例行巡航，期间菲律宾拉拢域外势力为南海巡航，搅局滋事，并进行炒作，破坏地区和平稳定，违背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精神。战区部队保持高度警惕，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海洋权益，坚决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22号，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也提到，中方已向菲美两国表明了立场，菲美联合巡逻不得损害中国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实际上，中方此前曾多次表态，南海不应当成为域外势力的狩猎场，坚决反对任何国家插手南海问题，损害中方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值得一提的是，对于此番美菲海空联合巡逻，菲律宾一些媒体打出自2016年按下暂停键后首次重启的名头。不过，早在今年9月4号，菲律宾军方就曾发布菲美军舰在南海海域举行联合巡航，当时也被媒体称为菲美首次在南海进行的联合巡航。菲海军何塞黎察号导弹护卫舰与美海军拉夫约翰逊号阿利伯克级导弹驱逐舰参加了那次联合巡航。观察指，最新一次的菲美联合巡航是从海上巡逻扩展为海空联合巡逻。菲律宾在与美进行联合巡逻这个议题上有故弄玄虚之意。而在宣传此次海空联合巡航时，菲律宾总统马克思的高调态度也值得关注。
21号，马克思在社交媒体 X 上将此次联合巡逻称之为加强两军互动合作的重大举措，还声称这一合作将为两国人民创造更加安全稳定的环境。英国路透社指出，联合巡逻是菲律宾正在加强防御姿态的表现。深圳卫视注意到，就在上周，马克思访问位于夏威夷檀香山的印太司令部，发表讲话时一再鼓吹，声称中方一直对距离菲律宾海岸越来越近的环礁和浅滩表现出兴趣，还渲染形势比以前更加严峻了。有分析认为，马克思此次访美意在渲染中国威胁，希望与美军进一步加强合作。两国军队此次在南海启动联合巡逻，很有可能是两国所谓加强区域安全的一部分。今后在南海方向大概率还会进行更多的互动。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刘畅对深圳卫视表示，实际上美菲之间这些所谓的互动与区域安全完全不沾边。首先，美国属于域外国家，美菲在南海方向没有什么共同利益，美军到南海纯属搅浑水。第二，菲律宾在南海的主权主张本身非法且无效，美国打着践行对菲防务承诺的口号插手南海问题也是行不通的。刘畅认为，马克思此次访美相当于再次向美国献上投名状，未来狐假虎威，在仁爱礁、黄岩岛海域挑衅中国也将更加频繁，值得警惕。目前，菲律宾总统马克思在国内可谓是焦头烂额，在政治上，他和副总统沙拉出现不和的传闻。同时呢，在经济领域，菲律宾的民生物品，包括洋葱、包括大米，都出现了价格高涨。在菲律宾国内呢，引起了不小的不满声音。在这种情况下呢，菲律宾总统马克思他一直希望通过在南海挑衅中国，制造更大的事端，向美国靠拢，得到美国的支持，以便让他在国内政局中更加占据主动。此次美菲联合海空巡逻的位置也值得高度警惕。综合路透社、金融时报等媒体的说法，美菲此次联合巡逻从距离台湾约仅100公里的菲律宾最北端岛屿亚米岛开始，并向西进入南海。观察指，这反映出美菲台海、南海联动的新动向。实际上，早在今年2月，美国和菲律宾同意在菲增设4个军事基地供美军使用，这令美军在菲部署的军事基地增至9个，这当中3个盯着台海，4个紧靠南海。此外，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阿奎利诺今年9月14号曾在新闻发布会上透露，美菲将考虑更多的地点来进行新的军事部署。日经亚洲就引述知情人士称，美菲已经开始讨论扩大美国在菲东部沿海地区的军事部署。有观察指，美军被准入基地数量的增加，也有利于其为应对菲律宾周边潜在冲突做准备。美国企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库珀就指出，由于对台湾海峡潜在冲突的担忧与日俱增，包括菲律宾和日本都成为美国最优先与之合作的一批国家。深圳卫视还关注到，本月9号至20号，美菲日韩举行海上战事合作联合演习。这次演习的地点涉及多个区域，包括吕宋、塔威两岛、巴拉望省、巴丹省和三宝岩市。这些地点面向南海、台海，距离台湾岛最近处仅约98公里，与美军使用的菲律宾军事基地分布基本保持一致。而且美国通过 EDCA 获得了菲律宾境内3处靠近台湾海峡的军事基地。这次呢，美菲联合巡逻又选取了靠近台湾海峡的地点作为起点，再进入南海海域。美方策动南海、台海相互联动，让热点矛盾集中爆发的这种意图，可谓是显露无遗。